什么？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干起来了？10月11号深夜，巴边境线上这炮声就跟过年放的二踢脚似的，一串一串的，震得山沟子都嗡嗡响啊！阿富汗塔利班就是咱们说的阿塔，突然对巴基斯坦的好几个边防哨所搞了个夜袭，这巴基斯坦能忍吗？开玩笑啊，立马就火了，坦克大炮咣咣咣就拉上来了，对着阿塔那边就是一顿猛锤，双方是你来我往的啊，子弹炮弹跟不要钱似的，打了好几个钟头啊，这动静比看好莱坞大片还刺激，但这可是真枪实弹，是要命的啊！你肯定想问，那打得这么热闹，结果怎么样啊？伤亡多少啊？诶，这就有意思了。打完仗呢，双方都开始打嘴炮了。这爆出来的伤亡数字啊，那叫一个天差地别啊！阿富汗塔利班这边啊，雄赳赳气昂昂的宣布，我们夜袭大获全胜，干掉了58个巴基斯坦大兵。好家伙，58个呀，这可不是个小数嘛，听着跟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可是巴基斯坦军方那边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胡说八道！我们总共就阵亡了23个人，还有29个兄弟受了伤。倒是你们阿塔那边啊，被我们干掉了200多个。哎，你听听啊，一个说干掉对方58，一个说干掉对方200多，这差距也太大了。这到底谁说是真的呀？其实说实话啊，现在这会儿谁也说不准呀。这战场上的事儿本来就乱，再加上双方都得宣传自己的英勇无敌，给这个老百姓打气啊，所以这个数字里头啊，水分呢肯定是少不了的。不过这打架的现场有个细节特别的逗，也是特别值得琢磨。阿塔的部队他是怎么冲到前线的？他不是靠2条腿跑，也不是开着破皮卡，人家开的是清一色的悍马。对，你没听错啊，就是那个美军标志性的方头方脑，看着特别结实的悍马越野车，一辆接着一辆排着队往前冲。那场面啊，不知道还以为是美军小分队啊在拍电影呢。车队里连个杂牌车都看不见，全是美式标配啊，这下就让人看傻眼了。哎，你看啊，这巴基斯坦好歹是个正规军啊，装备虽然算不上世界顶级，但也是有模有样的。结果跟塔利班这帮游击队出身的武装一碰，单看这地面部队的机动化水平啊，开着悍马的阿塔看着还真比这个巴基斯坦的某些部队要阔气一些，这上哪说理去啊？那说到这儿啊，你可能就得问了，阿塔哪来那么多美式装备啊？他们不是跟这个美国打了20多年仗吗？怎么还遇上仇人的家伙了？哎，这事儿啊，说起来就跟个黑色幽默的笑话似的。这些悍马车还真就是美国人啊送给他们的。2021年8月啊，那天啊，全世界都盯着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看着美军仓皇撤离的西贡时刻重演。美国人是拍拍屁股走了，但是他们走得太急啊，这好多东西他都来不及带走，或者说也就是懒得带走了，留下什么呢？给阿塔留下了一份开国大礼包，一份价值7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大礼包。我给你念念清道，你感受一下。飞机呢有167架，虽然很多不能飞了，但是零件能拆呀。4万多辆悍马和各种装甲车呀，30万件枪械武器，什么 M16了 M4 卡宾枪应有尽有啊，4万多套夜视仪啊，这玩意儿在黑夜里打仗那就是开了外挂呀。哎，你想想，阿塔在2021年8月14号可能还在山沟里扛着 AK47 打游击，这睡了一觉，8月15号一进城，哇，鸟枪换炮了呀！一夜之间从小米加步枪直接就升级成了美械师，这感觉啊比中了彩票还刺激。所以啊，这次阿塔开着悍马冲锋，这一点都不奇怪啊，人家现在家底厚着呢呀。巴基斯坦以前跟阿富汗打交道，对手用的可能是法国啦、苏联的老旧武器，他们有心理优势。但是这回可好了啊，直接跟美械部队硬碰硬了，这心里能不咯噔一下吗？这当然了，有装备是一回事，那会不会用啊，能不能维护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飞机、坦克这些高精尖的玩意儿，它没有专业人才，没有后勤保障，那就是一堆废铁。但是像这个悍马车、步枪、夜视仪这些东西啊，相对来说吧，技术门槛低，卡利班的士兵们学一学，用起来问题不大。所以呢，这一次冲突啊，也算是阿塔这支新进美械部队的一次实战检验。那这次冲突真的是这个阿塔半夜睡不着觉，突发奇想搞的夜袭吗？当然不是啦，这任何冲突啊，它都不是凭空来的啊，这背后啊肯定都是有原因的。这次直接的导火索啊，就是10月10号的凌晨。那天凌晨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其他几个城市都还在沉睡当中，突然几声巨响划破了夜空，巴基斯坦的战机对这些地方实施了空袭。
这一下，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立马就跳出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巴基斯坦，说这是侵犯主权的野蛮行径。巴基斯坦官方呢，一开始挺有意思不承认也不否认，玩起了战略模糊。但是他们军方的发言人可没这么客气说话那是相当的硬气。原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为了保护我们巴基斯坦人民的安全，该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没错，就是我干的，怎么着吧？他还警告阿富汗别让自己的地盘变成恐怖分子的安乐窝。你看这逻辑链就清楚了10号凌晨呢，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11号深夜，阿富汗塔利班报复性的夜袭了巴基斯坦的边境哨所。阿塔那边甚至还宣称，他们一举拿下了巴基斯坦的2个哨所。这一来一回，算是把这个事儿给彻底给闹大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巴基斯坦为啥好端端的要冒着得罪邻居的风险去空袭阿富汗呢？这就牵扯出了这次冲突最核心、最根本的矛盾了一个让巴基斯坦忍无可忍的问题。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简称巴塔，你听着是不是有点晕怎么又出来个巴塔？阿塔、巴塔，这俩是啥关系那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阿富汗塔利班叫阿塔，现在是阿富汗的执政当局，算是正规军。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是一帮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是巴基斯坦政府的死对头。这俩组织呢，名字是特别像，思想也差不多，关系还特别的铁，可以说是表兄弟巴塔的很多成员呢，当年和阿塔是一起并肩作战打美军的。那现在呢，这个阿塔在阿富汗掌权了，巴塔这帮人就把阿富汗当成了自己的后方基地和避风港。他们在阿富汗境内训练、休整、策划，然后呢跑回巴基斯坦搞恐怖袭击。从2021年阿塔上台以后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就直线上升了。根据统计光是巴塔搞的袭击就炸死了好几百个巴基斯坦士兵和平民。巴基斯坦这边是焦头烂额3番5次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说，管管你们家亲戚吧，别让他们在我们这儿捣乱了。可是阿塔政府呢，一直就在那儿和稀泥打太极，嘴上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实际上呢，对巴塔在其境内的活动呢，基本上就是睁只眼闭只眼。毕竟是当年一起扛过枪的兄弟不好撕破脸。这就把巴基斯坦给逼急了一位巴基斯坦的安全分析师说的特别的直白，巴基斯坦的耐心早就被耗光了。你想我天天被你家亲戚堵门口打，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让你管管，你就是装听不见，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自己冲进你家院子，把你那惹事的亲戚先揍一顿再说。所以10月10号的空袭，巴基斯坦炸的就是他们认为的巴塔在阿富汗的藏身地。而阿塔一看呢，你打我的人可以但是你不能跑到我家里面打这是我的地盘，我的主权于是呢，这报复行动就来了那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这个事儿已经是够乱的了，但是实际上在这堆乱码底下还压着一笔130多年的历史旧账，这才是让两国关系常年不睦的地基问题。这笔旧账就是两国之间那条长达2600公里的边界线杜兰线。这名字听着是挺洋气的，没错，就是英国人给起的。1893年那会儿这个英国还搞殖民统治呢。一个叫杜兰的英国官员拿着这个尺子在地图上咔嚓一下就画了这么一条线，把当时英属印度和阿富汗的势力范围给分开了。这一刀切下去，问题就大了这条线直接把一个庞大的民族普什图族给硬生生的切成了2半，一半留在了阿富汗，一半被划进了后来的巴基斯坦。同一个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文化，就因为这个地图上的一条线变成了2个国家的人。你说这个事儿谁能服气所以从阿富汗建国开始历届的政府，无论是国王、总统还是后来的塔利班，没有一个承认这条杜兰线是合法的国际边界。那塔利班上台后呢，在2023年更是明确表态我们不认
巴基斯坦这边呢，当然是坚决维护这条线啊，这是写在国际法上的国界线啊，这就导致一个长期的问题啊，这条边界线犬牙交错，穿越的都是崇山峻岭，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法有效管理，双方在一些有战略价值的山头隘口上都说是自己的地盘，那常年小摩擦不断呀，光是2022年一年哦，这条线上就爆发了18次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那你看新的矛盾叠加上老的矛盾，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啊，就像一个火药桶啊，一点就着啊。那么这一次打完了，暂时停火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吗？目前看啊，是在卡塔尔的紧急调停下，双方暂时都收手了。这卡塔尔在中东地区啊，一直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跟各方的关系还不错。这一次出面调停啊，也算是给了双方一个台阶下。这冲突一爆发呀，巴基斯坦就关闭了好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和商人啊就被堵在边境上，人道主义危机一触即发。伊朗、沙特这些周边的国家也赶紧出来喊话，劝两边冷静啊。但是呢，就像很多专家说的啊，就算现在是降温了，问题呢还远远没有解决。你想啊，巴塔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杜兰县的争议解决了吗？更没有啊。所以啊，这一次停火很可能是个中场休息。咱们再看一组数据啊，就这个2025年这一年啊，巴基斯坦边境上遭遇到的袭击次数啊，比去年同期多了30%。这说明边境局势是在持续恶化的。对巴基斯坦来说呢，边境老这么乱下去啊，不光是消耗军事力量，更严重威胁国内的稳定啊。而对阿富汗塔利班来说，日子更不好过。他们上台这么久，国际上承认他们的国家是寥寥无几，经济上被制裁，老百姓是穷得叮当响。现在呢，又跟最大的邻居和贸易伙伴之一的巴基斯坦闹翻，只会让自己在国际上更孤立，经济上雪上加霜啊。所以说啊，这场冲突呢没有赢家，打下去就是两败俱伤。这接下来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对冤家邻居的关系会怎么走啊？是会选择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决根本问题，还是会继续在互相猜忌和报复的循环里啊，擦枪走火，甚至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咱们谁也说不好啊，只能是继续往下看吧。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小兰，我们下次再见。